莫迪为何被批不上心？印度造船业产能竟连中国的1/1000都没有。敬请关注本期节目，了解详情。1/1000都没有，印媒指责莫迪政府对海事部门不上心。印媒称造船业是战略产业，然而产能还不到中国的1/1000。近日，据印度国防新闻报道称，印度航运部在2019至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，令人惊讶地表示，虽然公路和铁路的重要性不可否认，但现在更应该去鼓励海事部门的发展。在这份长达123页的报告中，只有3页是提及造船事业。印媒认为，这明显表明了莫迪政府对海事部门的不上心，以至于这种不寻常的过错显得合理。实际上，一个国家海权的强大与否，并不单单是由造船业来决定的，有效率的港口、庞大的商船，还有如何开发海底的资源等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只是造船业是尤为需要重视的一个部分。印度部门现在没有把重点放在海事部门中的造船元素上，这就已经使印度错失了重要机会。印媒表示，造船业的蓬勃发展，除了可以促进印度的蓝色经济，对于莫迪政府之前所说的实现自力更生的印度目标也有帮助。印媒称，本来印度是可以借由造船业的发展，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，与此同时，还能完善印度的工业基础，壮大印度海军。印媒还特地提到了中国在造船业上的发展，称中国正在建设海洋强国，还将印度的造船业与中国的造船业相比较。作者称，印度所有造船厂的产量加起来只占全世界产量的 0.045%， 而全球 40% 的商船都是中国建造的，印度的产量还不到中国的1/1000。因为在这里也罕见地吐槽了印度造船的质量，称不仅成本高，交货周期长，质量还总是参差不齐。在文章最后，作者表示，希望印度可以吸取韩国、菲律宾等亚洲邻国的经验，改善印度造船业差劲的现状。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的，印度政府并不重视造船业的发展，别的国家怎么发展的，其实都摆在了台面上，知道了并不代表能做到。像中国的造船业在几十年前就很不如何，在国际市场上基本没有什么竞争力，但中国深深明白海权的重要性，造船业必须得有所进展。于是中国通过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，贷款上给予方便，对于造船企业发放适当的补贴等等，在各个方面都全力支持。而且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军民融合必要性，让民用造船厂和军用造船厂结合起来，各自发挥其优势。这样一番努力下，中国的造船业才能够充满活力和竞争力。金融危机时，政府更是竭力托底中国的造船业，帮助中国的造船业度过了危机。事实证明，看得明白不如做得明白。印度看得明白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明白。中澳激烈交锋，澳大利亚损失惨重，日本却出招教莫里森如何对付中国。中美博弈迎来新的替死鬼，这份大礼中国必须收。近日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为了推卸澳大利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，竟罔顾事实，企图将此事件甩锅给中国。记者会上，莫里森表示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排放量的2/3，而仅中国的排放量就已经超过整个经合组织的总和。除非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，否则全球气候目标将会失败。据悉，澳大利亚是经合组织国家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第2的国家，仅次于加拿大。如今该国却将责任推给中国，可见中澳两国关系正在持续恶化。事实上，自澳大利亚遭到中国方面的制裁以后，这个国家的日子就越发不好过，包括龙虾、大麦、红酒在内的多类商品对华出口数量几乎接近0。本以为能够借铁矿石来对冲对华贸易损失，但最终因为中国对国内眼镜行业的整顿，惨遭失败。数据显示，在铁矿石出口繁荣的泡沫以下，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其他产品损失高达近230亿澳元。若澳大利亚继续不知死活地与中国作对，该国必定会因为中澳关系的恶化面临更大的危机。就在莫里森焦头烂额之际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给澳大利亚支了一招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岸信夫警告称，中国仍试图通过武力改变印太现状，呼吁澳大利亚要带头抵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，以确保中国主导优势不会出现。中澳关系持续恶化，澳大利亚已经有长达18个月没有跟中方任何部长级官员进行接触。岸信夫对此表示，与中方私下沟通是最佳方法，中方早就拒绝跟澳大利亚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，其中就包括私下沟通。岸信夫这一建议在分析看来，无异于给莫里森下套。为了确保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不会出现，日本与美国等国家没少针对中国，但是随着中国的实力以及在亚太的影响力，美国主导的反华联盟早已起不了任何作用，还会伤及自身。在此背景下，向来自私的美国自然会给自己找一个替死鬼，而频频叫嚣中国，且在台海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底线的日本，显然是最好的选择。只不过现在澳大利亚的处境让日本非常担忧，若中国收拾完了澳大利亚，下一个很可能就是自己。所以为了避免遭到中国更严重的攻击，日本也要找一个替死鬼。岸信夫此次将澳大利亚捧上天，并非看好该国的实力，而是为了日本的利益，将澳大利亚推向深渊。变相来说，日本也是给当前中美博弈找来的一个替死鬼，而这样一场狗咬狗的
的戏码，算是给中国送上了一份大礼。澳大利亚这下无异于众叛亲离。兵败阿富汗，美军遭吐槽，布林肯被打脸，却自曝大缺陷，拜登迎来3大挑战。俄媒，这是华盛顿的致命误区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自美军撤离阿富汗后，阿富汗就处于动荡的局势之中。有人预料阿富汗政府军会败，但是却没想到时间如此之快，快得让人心惊。美军就吐槽，有人直言这都是美军撤军的锅。拜登政府应该对此负责。大部分外媒指出，正是因为美军的突然撤离，才导致这一悲剧的快速发生。美军侧面将阿富汗送上了断头台。面对美军在阿富汗犯的罪恶，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进行矢口否认，直言美军撤离是一件合理的事情。在他的话语中，其坚信美军驻军阿富汗的使命已经完成，这不是美军的逃跑，而是任务成功的完美落幕。毕竟，美军再待下去已经不符合实际形势，也不有利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。显然，布林肯自曝大缺陷，其一番话表象是在对美军撤军后的表态，实际是美国逃脱舆论的完美措辞。网友直言，布林肯是在死鸭子嘴硬，美国表现得太过露骨，在捞取好处之后又急忙跑路，这是赤裸裸的甩锅。实际上，这也侧面反映了美国的实力空虚。更有甚者直言，拜登将迎来3大挑战。其一，拜登政府已逐渐失去信任，不少国家对其表示失望。拜登上台后还是沿用特朗普的老方法，并造成了一系列不可挽回的事态。随着拜登的不作为，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美国的不可靠，对其感到寒心。由此，想要控制舆论的方向，重新回转人民心中的形象，拜登需要下一番功夫。其二，中国实力大突破，强力扩核给美国强悍一击。拜登政府多次强调，首先不使用核武，明显是限制其他国家继续研究这一方面，让自己处于独大的地位。美国高官叫嚣中国扩核，妄图引起热议，给中国制造麻烦。在中国不断强大下，美国必然会心慌，而拜登政府也一直把打压中国看成是一大挑战。不过，这一挑战注定是会失败的。其三，中俄两国强强联手，给拜登政府带来了紧张感。自中俄两国联合演习以来，美国的小动作不断，无时无刻不在挑拨中俄两国的关系。拜登的晋升想法是削弱对手实力，就等于变相增强自己的实力，所以其才会致力于拉拢俄罗斯，间接打击中国。国际媒体直言，这是华盛顿的致命误区。拜登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对华关系，正确处理与中俄两国的关系。很明显，打破与中俄两国目前的僵局，使其走向新的发展趋势，也是拜登的一大挑战。又开始了，这次是美军战略司令炒作中国核力量，声称中国克核另为窒息，最后短板也被补齐。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，随着美国媒体大肆宣传中国正在建设350枚核弹发射井以后，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·理查德上将最终在8月12号做出回应。查尔斯·理查德在空间和导弹防御研讨会上对听众表示，中国在各个领域增加导弹的数量和质量，其中包括了战略核导弹的数量和质量。这一扩核速度令美国感到窒息，中国最后的军事力量短板也被补齐。显然，为了让中国加入所谓的削减全球核武器计划，美司令又开始炒作了中国的核力量，而且炒作的还是谣言。此前，美国詹姆斯·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这一所谓研究核武器的机构表示，中国正在沙漠地带建设3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，但实际上这些设施都是风力发电设施的基座，根本没有所谓的导弹发射井。不过，哪怕让美国亲眼看到这些设施，恐怕也会对外宣称这是导弹发射井。事实的真相对于美国来说丝毫不重要，毕竟虽然嘴上说着要削核，但美国没有丝毫的可能会将自身的核武器削减至中国这样的水平，更不可能同印度、巴基斯坦达成一致。有理有据地说，在全球核军备竞赛中，美国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。美国每年都要推出新的核弹，不是潜射弹道导弹发射1000吨级战术核弹，就是亚当量核弹。种种举动无时无刻都在说明，美国根本没有意图减少核弹。所谓的削核根本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美国的目标无非是想通过战略核协议对中国施加压力。要知道，自从美国强调中国一定要加入以后，俄罗斯则强调，那既然中国加入了，英国、法国等国也要加入的时候，美国在这个时候却保持了沉默。在如今的国际局势中，美国到处拉拢盟友，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前提下，在中国核力量大大低于美国的前提下，中国增加核武器的唯一目的就是对付美国。虽然我们不会遵循苏联和美国间的核力量相互毁灭政策，但如果扩核能够让美国
国感到窒息的话，那最后的结果就如同《环球时报》的主编胡锡进所说的那样，说明我们做对了。中国创造出核武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保护自身，而美国则是为了恐吓其他国家。不管怎么说，中国支持进行核军控工作，但希望美国如果是真心实意邀请中国上谈判桌的话，那美国先把自身的核力量降到中国的同等程度再说吧。